样的你已经经过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啊，多灾多难啊，很多的考验。当然，老天爷给你非常优质的先天条件，但是你后天的灾难也不少。但是我有看到你努力不让自己坏掉，你没有让自己变得邪恶，没有让自己变得愤世嫉俗，你还是努力维持那个好的一面。所以你跟艾斯奶奶一样，我都可以看到你那个善良的那个能量。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会有共鸣，真的会有共鸣，所以你才会看到艾斯奶奶就会想哭，因为哦，真的吗？原来如此，对啊，我是真的大爱的部分，每逢他的出场，我就蛮动没掉的啦。对啊，那如果我觉得将来如果有一天这个环境已经好像没办法理解这个选择的时候，那就消失在大众面前也没关系吧。对啊，蛮累的其实。别这么说，很多人都快会舍不得。就没有人那么完美，但好像被要求到一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要求的状态。说实在，但我们就是继续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也只能这样子。对，然后也继续当一个把酒喝满。本来这个世界就不差一个谁啊，任何人都不差一个人。再有历史地位的人，你离开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啊。所以也不用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啦。老实说，对啊，是啦，我们要缩小自我，可是那个在乎我们的人面前，我们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还是要爱我们，把自己我很爱你啊。我也是。对，我真的很爱你。然后，在这个剧里面，其实之前算是新认识的朋友，但是他在试映会之后，他很语重心长的给了我蛮多的鼓励。他说，当时在拍戏的时候，他自己状态没那么好，然后我其实没有刻意要去讲什么，但他有把我一些话看得蛮重的，我才知道原来我比较无心讲的一些话，但他却觉得很受用，所以他在这个阶段，他也愿意在蛮私密的时刻，然后愿意跟我分享他很真实的感受。这个是很谢谢导演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去认识，然后能够有交到这样的一个，虽然现在还不是很好的，现在不敢说自己是跟他是挚友，但是我觉得我如果经营的话，他未来会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这样子。然后像修福也是，我其实在拍戏之前我就认识他蛮久的，然后就如同刚刚我跟他分享，他也会跟我分享他最近在上什么课啊，然后对于表演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啊。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很棒的新一代的演员，都很值得大家去关注跟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我觉得是正面的。然后在这样的题材下，更是有意义的，因为不会落于形式，不会落于我只是想要讨好观众，所以我就拍大家都可以马上去接纳的一个剧种。那我觉得量子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艰深的一个领域，但是导演用很容易让大家理解的人性，因为人性无处不在，然后穿梭在各个场域里面，各个职场当中，各个关系感当中，所以你很容易去 match 到自己的情境，然后进而去投入在 Q18 的剧情里面。所以大家可以真的找一个时间，我知道大家现在很难找一个时间，好好的放下一切，
好好的进到这个 Q18的剧情里面去感受，周明导演想给大家的，预言，陪伴吧，应该是陪伴。哦，预言好像有点高，但是真正在 touch 到人心的是一种很平静跟很不带教育、不带寓意的一种对话，因为这对话其实是很平常的、很日常，就像其实我如果今天不再跟导演直播的时候，我会跟你聊的话，其实我好希望那些对话是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观众跟我们的社会大众，然后稍微能够让大家可以去省思怎么样去让自己的灵魂跟身体去修行到更高的境界。然后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我很幸运啊，有像阿本也是，他也在修行自己的灵魂，然后他也带给我很多不同视角的见解，以至于我可以在不管经历高高低低的时候，都还可以尽量的维持像一个人的样子。有，我们都看到了，你们都很，然后把自己维持得很好，不只是外在的状态维持得很好，内心也努力维持得非常的平稳。我觉得这个难得，而且我们在拍摄 Q18的过程里面，我感觉大家不是只是在工作，而是在创作，我们共同在，我觉得那种感觉非常棒，超赞，对。就是你会理解到，哦，今天我被赋予这个角色，不是因为任何其他的外在的诱因，比如说，我可以带来多少观看的效应，带来多少赞助的效应，带来多少的金钱的效应，而是我们能不能够彼此赋予导演跟演员之间，创的能力，就是第一个创意是导演的思考变成剧本，第二个创意就是我跟导演沟通完，跟摄影师沟通完，跟制作人，跟甚至是造型服装沟通完，我们附加在黑纸或是白纸或是小框身上的意义是什么？然后进而去走剧情当中，在每一场戏发现，哎，其实我这个角色可以做什么？比如说，我跟白纸的站姿，他其实在剧本里面没有写到，但是我就说，哎，导演，我想要站不像站，就是有一点3-7步，有一点叉腰，有点弯。但是可不可以让白纸，我也跟白纸沟通说，你能不能就是在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反向的你。那他也很毅然决然说好，那我想一下，有什么样的站姿是可以做出这样的反差？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就是这就是很棒的，对，这个很过瘾呐。对啊，对啊，镜头前面就是我们的舞台，然后透过这样的创作，我们的画面就整个灵活了起来。像现在我们正在演到，那个李雪她在说，我是一个工程师，她在解释为什么她要做这件事情啊。她作为一个工程师，让这个系统永续是她的责任。然后你就问他说：“但人不是电脑啊？”然后他就说：“你怎么知道人不是电脑？”然后说人会死，但电脑不会死。所以李雪就说：“所以人本来就该死。”然后你们两个都黑纸白纸，就各自表演了不同的反应，就很有趣。那这样我是有被说服的，对。然后白纸有点愣住，逻辑怎么这么清晰？然后黑子 get 到了，因为本来是黑子你去质问他的，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这3个人的化学效应，就很有趣。在刚演完的这场戏就很有趣，我就很喜欢你们这种很即兴，然后又很怎么说有深度的反应，这个是剧本写不出来，这都要靠你们表演出来。又生跟死跟半生不死，
哎，所以人或者是 AI，人跟 AI 的界限越模糊，可是同样的这个生死的课题，会是人跟 AI 最大的冲突，就是最有意思的题目。所以放在这个 Q18的开场第一集来讨论这个题目，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蛮直接的啊，开门见山。所以你要然后当 AI，大概就是对，很难说哦。AI 可以永生不死，也可以完美。但你说电脑真的不会死吗？电脑只会宕机啊，但是它可以修复啊。没有啊，Macintosh 跟 Apple 已经是不同的东西啦，对不对？你也会看到很多的 Macintosh 在仓库里面，然后现在大家是用的是 Mac 不知道多少，你也会看到 iPad 已经不再被大家喜欢，现在我们大家都只拿 iPhone 或是 Samsung 这样子，那你就会觉得说，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永续跟永恒的，只有你愿意思考这件事情，你的思考会流传在这个世界上面，这样子。所以思考反而会是永恒的，而我一直觉得，对啊，上一代的电脑会被丢弃，会被扬弃，会不断的被取代。对啊，所以对啊，取代，所以信念是最重要的。信念最重要啊！信念，所有导演你也是靠着信念拍完这部戏的啊，我也是靠着信念走到现在的。如果我们都没信念，其实随时生命要让我们结束也没所谓了嘛，因为我们没有想要达到的理想跟目标了，所以随时戛然停止也都没有什么遗憾可言。但是为什么会造成遗憾，就是你说什么？达成目标跟梦想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对不对？是啊，是啊。我也是怎么办？我们这种人，所以我们才会变成朋友我只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跟狮子座成为这么有共感的朋友而已。我的最重要的 partner 就是天蝎座 ，OK？ 也是哦。但我妈是狮子座，我跟我妈就是经常就是3句就会吵架的，但是因为是母子关系啊，所以不太一样。你知道我人生最重要的伴侣就是天蝎座。I know 。其实我蛮惊讶的，就是因为你们在片场的相处模式跟私底下反差蛮大的，所以我有一度怀疑说，这一对不打架就不错了。不要岔题，后在旁边说。对不起。